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浩和。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川普之前说要用补贴换股份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答案是真的，但是里面并没有谈到台积电，等于没有台积电要换股份这件事情。甚至他还报道了台积电的高层有开一个会议，这会议里面他说，如果你今天真的用补贴来换股份的话，那我干脆把你美国政府的补贴给还回去。甚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知道一切答案。这个人是黄仁勋。黄仁勋今天来台，代表一件事情：从美国到黄仁勋都难以戒断台积电。甚至黄仁勋直接讲了，台积电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司，甚至我新的 Ruby 晶片只有台积电可以做得出来。但大家千万别忘了，之前我们才说过，财政部长贝森特前几天说，99%的晶片都在台湾制造，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安问题。甚至今天还有一个传言，针对于 Intel， 除了美国要入股10%之外，除了软体银行的孙正义要投资20亿元外，你看到了三星现在也有意要入股 Intel， 这代表的是新的 Intel 联军要成型了吗？而且这是一个美日韩的联军，它是不是针对台积电而来？对，但是台积电没有在怕。为什么没有在怕？你看到这张图，这张图是台积电的营收表，你可以知道它在各个的不管是先进制程或是成熟制程里面的占比，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个新 Intel 联军，它现在能冲击的只有成熟制程，所以现在台积电的所有技术仍然是独步全球。现在台积电的成瘾症，全球仍然还在上瘾当中。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航太博士傅鹤龄，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世聪，所以我们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加上黄仁勋今天来台，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从美国到黄仁勋，对，这个对于台积电的成瘾症，这短时间是没有办法戒瘾的，都上头了。对，没错。我们知道说是让人对很多东西成瘾的时候，你要戒断其实是相当困难的。那美国现在就在做一个这个戒断症，他想要把台积电戒掉。那问题是你戒得掉吗？当然戒不掉，因为台积电有太多底气了。我们前天不是讲吗？很多人不是说，美国政府要入股啊，那可能三星也要入股，补贴换入股这样，那 Intel 也要这个样子啊。结果没想到今天的报纸就直接跟你说，台积电说什么？说你如果美国政府要这个补贴换入股的话，那我们就退回去，我们完全不需要你的补贴。哇，看起来他的底气真足，他可以拒绝啊。这样一个状况，他竟然敢拒绝川普的。对，另外第二件事是今天早上的时候，黄仁勋就来到台湾。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台积电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司。如果真的有人要入股的话，那真是聪明之举。简单来说啊，他也是觉得台积电太强了，我都戒不掉台积电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辉达戒不掉，你觉得美国戒得掉？当然戒不掉。所以我就讲，目前为止上瘾过头之后，他们就想了第二招。第二招就是说，那我就创造另外第二个台积电来戒掉台积电嘛，对台积电的成瘾。那怎么样创造第二个台积电？你看最近呢，这个 Intel 不是美国政府要入股了吗？对不对？然后传言就是已经这个软体银行已经入股了，对不对？那现在最新的传言是三星呢，他也看懂了这个所谓川普的讯号，所以他听说他也要加入 Intel 的这个股份。所以你看，未来的 Intel 是集什么？美国、韩国、日本为一身，然后它全部变成是一个大联盟，准备要来抢攻先进制程，还有抢攻所有的这个晶片制造。美日韩的联军，对，一个大联军。台湾什么时候面对过一个美日韩的大联军，而且是台积电跟他们对抗？那你想说，哇，操嘛，台积电这样能够一个人单挑3个国家吗？我跟他讲，老型仔仔啦，我的天你啦！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是台积电最新一季的他们的这个制程表里面，3奈米，你看占台积电的营收的24%，5奈米36%，7奈米14%。你看到这好像很少，对不对？我跟他讲，目前为止的3奈米跟5奈米来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生产，那就是台积电。7奈米来说勉强啦，这个美国有一些啦，那三星有一些啦，那5奈米来说勉强三星有一些啦，不然其他都没有啦。所以就是说，他们即使要进来，你只能够吃。目前为止，你可能在一些比较7奈米那些制程比较有竞争力。至于先进制程，你要进来的话，套一句魏哲家董事长说，门都没有，你觉得你不可能打败台积电的。志总，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3奈米只有台湾可以做出来。这句话谁懂？川普懂，还有谁懂？黄仁勋懂。黄仁勋为什么今天突然无预警的来台湾？他直接讲非常白啊，
我新的架构、新晶片，对我的 Rubin 晶片，对。就台积电能够干没错啊。我们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辉达的这个主流晶片叫做 Blackwell 晶片，对不对？但是呢 Blackwell 已经开始卖了，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生意人或者说像黄仁勋，他就说，哎，我下一代晶片准备要量产了，所以他赶快飞到台湾来跟台积电说，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未来媒体的报道是 Rubin 的产量会比上一代多50%哦。如果多50%的时候，照我跟你讲，他用台积电3奈米，台积电3奈米已经爆满了。对，现在这个所谓苹果啦，然后 AMD 啦，他们都已经满了。那请问我怎么再给你50%的这个新产能？所以他就是要来跟台积电魏哲家说，哎呀，这个你啊，就给我多一点的产能，拜托你瞧一下，对，拜托你。所以你看他姿态非常低，还说什么台积电是史上最伟大的公司，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呢，他目前为止可能近期会开始试量产，那挹注台积电的这个第4季的营收，那它整体的量产的时间应该在明年上半年，所以这个对辉达来说至关重要。我要再往前进的时候，这个 Rubin 一定要有 ，Rubin 要有的话，就是要产能多50%的产能力。台积电那好瓜好，那我跟他讲，那这个 Rubin 到底是什么样的晶片呢？因为第一个，它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架构，它是个全新架构的晶片。对，它里面来说话有什么？有新的 CPU、新的 GPU， 还有新的 NVLink 的这个交换器，还有新款的网络晶片、新款的这个网络交换器，以及我们的细光子处理器，这些全部都要在台积电做。你看这么大的组合成一个晶片，然后一共有6款晶片，全部都要台积电做。所以这个一定他要来督军嘛，你试量产的过程要 OK 然后这个整个量产的过程都要 OK 所以他们才要跟这个所谓台积电赶快今天见了2个人，一个是见了这个魏哲家，另外一个就见这个张忠谋，其他人都不见了，他就这样子，所以要敲定这个 Rubin 的这个产量。好，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因为 Rubin 里面来说用8颗的这个超频宽记忆体 HBM4。然后 Rubin 的这个 Ultra GPU 用12颗，然后这个 Rubin 的 GPU 用2025年量产的时候，这个 HBM 越多的时候呢，它的效能会越强大。HBM 就是储存晶片、储存资料，储存资料之后，你再进去给 CPU、GPU 运转之后，就构成它整个架构。所以这等于是对辉达来讲，这是我未来最重要的产品的时候，我只能够交给台积电。那你说，那找三星啊？或者找这个 Intel， 不好意思，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能力，做不出来吗？那为什么吗？因为它里面有6、7颗晶片交换在一起，还有 HBM 堆叠在一起，这个只有台积电的 CoWoS 的技术才能够做，全世界没有办法做啊。所以就等他想要借台积电，他也借不掉台积电的一个方式哈。那除了来做所谓的先进制程的这个3奈米的这个抢单之外，另外还有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今天媒体都有报道嘛，就是这个辉达已经跟包括说像三星啦、鸿海啦，还有艾克尔说，你现在这个 H20的晶片呢，我们就停产不要做了。那现在改出什么？他要改出另外一个叫做 B30A 啊 ，B30A 的这个晶片，我跟你讲，因为目前为止台积电的产能是满的哦。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台积电的产能是满的。那满的时候，你现在 H20停的时候要挤一个 B30A， 那请问产能在哪里？所以又要跟台积电说，所以他今天要来瞧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对啊，要瞧2个啊，一个是未来的产能，一个是现在的产能，一个是最先进的，对，然后一个是已经被阉割过，是的，未来要输入到中国的，对，没错。为什么？因为这个 B30A 来说，中国才会买嘛。对，因为我就讲 H20来说啊，你这个卢特尼克讲的第4等印度没送不买嘛。但是这个 B30A 呢，它是用 Blackwell 架构，对，那 H20是上一代的啊，那你 Blackwell 是现在的架构，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的落后嘛，对不对？然后 B30A 的效能大概是这个约莫是B300的这个原始算力的1半嘛，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会买单嘛，所以这个 B30A 看起来的话，这个黄仁勋这一次就要跟跟台积电瞧说，你要多点产能，这个可能中国需要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等于今天来瞧2件事。那这两件事，那你说 B30A 可以给别人做，不好意思，也没有别人可以做，没人可以做出来，因为目前为止也只有台积电能够做，所以这等于因为 CoWoS 的封装是没办法绕过去嘛，所以就变成是说，不好意思，黄仁勋再怎么想的话，还是得要飞台湾这一趟。所以现在什么，全球都难以戒断，就是因为难以戒断之下，台积电当然有底气。对，你今天说要用补助来换我股份，对，没差。刚刚已经讲了，今天《华尔街日报》已经讲了。台积电的高层有没有讨论这件事情？有，我们干脆把钱就退回去，我没有关系的。对，实际上我们来看台积电跟这个川普政府的打交道里面，你可以看台积电其实是不卑不亢的。你要我投资 ，OK， 我投资1650亿，但是有些事情呢，我还跟你反映，我跟你吐槽。比如说之前呢，美国有问台积电说，
我们关税科了很贵，会不会怎么样？他就直接跟你说不行，你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投资。另外第二个，如果你科的话，下游这个产能会，下游的这个需求就不振，他直接跟美国政府这样讲啊，对，所以美国政府当然就听进去。另外第二件事是什么？我们不是讲各国都是说，哎，我芯片法案的补贴就要换成股票嘛，对不对？那韩国三星是说好了，你就入股，我们没办法，对不对？那 Intel 当然是很开心被你入股，但是今天的说法是说，台积电不愿意，台积电就说啊，你哪尊哪哪我不买，我就宁可不要，我就把补贴退回给你，因为我不差这66亿。但是呢，如果你美国政府进来那边指指点点的话，进来我股，那我不要这样。所以你看台积电有这个底气啊。另外第二件事是这样，你看连这个经济学人都写了一个报告，他说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需要走出台湾，好这样，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所以就是说他也讲，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贝森特跟卢特尼克都说了一件事。99%的晶片生产，先进晶片生产在台湾是美国的国安的致命危机嘛？对，他要改变啊，他改变。经济学人也说你要改变啊，但是他说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好，他举的例子是说啊 ，Intel 啊，对不对？美国可以扶持 Intel， 但是你知道 Intel 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如果假设他要台积电去做这个去扶持 Intel 的话，这个好像是这个柴油引擎里面加汽油，柴油引擎里面加汽油，就是两个技术是不搭嘎，你这样硬凑在一起的时候没用啊，没有用。所以台积电来说不会去这个改造 Intel， 那只能够用美国政府去这个介入 Intel。另外呢，那他这里面还访问的一个台积电的高层，他说什么？啊，有一些政府呢向某家公司注资，最后却失败的例子，他这是在讲影射 Intel， 对不对？然后说公司要保持增长，必须要在海外取得成功，而这取决于它能否输出严谨的文化。对于一家经历过台风、地震、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公司来说，走向全球可能是更艰巨的挑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台积电我们以前台风、地震、战争都经历过嘛，我的压力现在当然是挑战，但是我们会走出去。所以就告诉你嘛，这不可能的一件事嘛。我们跟他讲，以目前为止来说，全世界的产能里面来说，你看，以这个所谓比较没有那么先进的40奈米到90奈米的话，台湾跟中国产能是差不多。对。但你可以看到到先进制程，就10奈米以下的部分来说的话，你看台湾60%，韩国24%，美国16%，但是美国这个部分很多还是台湾的，所以就告诉你什么，在先进制程里面来说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戒掉台湾。所以美国现在有2个阶段，美国想要把先进制程呢先从台湾移出来，那部分就移到美国，这是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要戒断对台积电的这个依赖症，就是要靠 Intel。问题是2个阶段都很难做嘛，所以我跟你讲，搞到最后来说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还是要承认，就是说真的要戒断台积电，相当的不容易啦。不过我们要讲，我们刚才不是说3国联军在成型嘛，就是 Intel 的美国加上孙正义的日本。还有三星的这个韩国在成军，那你说会不会对台积电有一些影响？我们要看这里面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产生的。为什么？你看这里面软体银行不是就说嘛，他要注资20亿美金给 Intel 吗？那注资之后，我们就说嘛，如果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现在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们呢要用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说 NTT Docomo 啦哈，然后包括说像富士通啦哈，还有任天堂啦，我们就能够用 Intel 在美国制造能力哈，用这样确保我们美国用这样确保我们的这个晶片的需求嘛。好，那你知道他马上就发挥效用了。听说什么任天堂的这个 Nintendo 的这个 Switch 里面来说的话，原本有一个这个三星制成的这个产品，对，它现在呢，因为软体银行入股了 Intel 嘛，那怎么办啊？我东联西流行意流拉到我有投资的公司嘛，所以传言说它这个产品呢要改用什么？未来会这个 Switch 3的时候会用 Intel 的晶片，会用 Intel 的18A 的。你说它原本这个 Switch 是给三星做8奈米，对，但是因为孙正义投资了20亿元到 Intel 去，对，我总是要让你赚嘛，对不对？我就去改用了 Intel 的18A，是，结果三星这时候看苗头不对了，对啊。所以我就说，现在然后你看，他还有合作伙伴嘛 ，NTT Docomo 嘛，富士通，他可能未来会把部分的日本的订单、先进制程订单就下到 Intel 去。那这个的确，我们刚才你不是说吗？我们台湾呢是吃肉，然后是吃面，他们就喝汤，这个就是汤。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产能太小，这个是只有三星能做，那就从三星换到 Intel 这样而已。对，但是我影响不到台积电最核心的。最大影响是谁？是三星。三星，对，所以三星现在就是三星。所以三星现在看懂了嘛？三星现在就说，哦，好，那我也来入股 Intel 好了。你看
这是什么？这是韩国媒体的报道哦。他说，三星对于美国半导体的这个追加投资来说 ，Intel 跟 Amkor 合作的这个初见端倪哦。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方案一有可能会加入川普的拯救 Intel 的计划，也就是说，他可能也会去投资某部分的这个晶片，某部分的股份。那由三星还有这个软体银行跟这个两个去注资 Intel 救 Intel。那就 Intel 来说，它本身也可以获得一些订单嘛，对不对？另外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因为它有这个 Amkor 是什么 ？Amkor 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封装公司。那如果我跟它有封装的联盟的时候，也可以组成起来。照我跟你讲，为什么三星呢一直在这个先进制程里面会败给台积电？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有这个 CoWoS 的封装技术嘛，这是它的独门的这个技术啊。那你三星没有啊？那三星就是你要在封装加强，那他就想办法跟艾科尔合作，这样来加强它。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啊，因为台积电一个独大，这个事实上来，我就讲美国政府也很头痛，各国的这个政府都很想要扳倒台积电，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三国隐组成一个同盟要来对付你。但是我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至少在2奈米的时代之前来说都没有机会。埃米时代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3、5年之内，台积电还是看不到任何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所谓黄仁勋才会说这句话嘛，任何入股计划买台积电绝对是正确的一件事啊。国正，我刚听完美日韩联军，我第一次看到美日韩联军对抗台积电，台积电完全不会怕，为什么不会怕？我们从来没想过。过去去美国做投资，大家都怕怕的，没想到台积电一去美国做投资之后，它就跟火车头一样，现在变成全球的供应链都围着台积电来跑，所以台积电才这么有底气。未来世界有2个半导体制造中心，也最强最大的地方，一个就是台湾的新竹，一个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所以你看到上周拍这个照片哦，不是随便找几个仙人掌告诉亚利桑那哦，这里以后你要看到以后会变成办公室大楼、跟学校、跟百货公司都会在里面哦，而且有成千上百的军队团队正在前进亚利桑那，甚至带着白沙屯妈祖一起出征到亚利桑那。白沙屯妈祖，所以以后你会看到这里会变成一个大新竹，变成一个超大的聚落，而且不止台湾，全世界的供应商都进去了。那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台积电。在4月2号的时候，川普邀请魏哲家去白宫的时候，本来只盖3座厂嘛，盖了8座厂之后，到那边就一定能赚钱，所以全世界都靠过去了。接下来8月6号，川普又说关税扣100%，甚至可能会扣300%嘛，没有办法，没有余力了，乖乖到美国投资。不过不是到英特尔到三星，而是大家一起跑到台积电的厂区去投资，一起抱着台积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哦，这些年轻人本来是在台湾做车商的，因为英文讲得不错，也很会沟通，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想过会离开汽车业。现在背着我们白沙屯妈祖，叫做麦克。你说现在白沙屯妈祖他们带着这个，然后杀到了亚利桑那州，对，自己已经从无到有盖出了新的厂房来。那为什么要白沙屯妈祖保佑？为什么要这个勇气呢？你不要看这个老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这个地方，你会想象以后会变竹北嘛？就是像竹北这样高楼大厦，一栋一栋大楼，你坐高铁看过的时候，所以他跟你说这里是竹北，你相信吗？所以台湾的竹北要复制到那个地方。对，这里以后就是竹北，就是办公大楼都会林立的地方啊。这一块你以为闲着没事跑到这里拍这个沙漠干嘛？这是凤凰城的市长盖耶哥说，因为台积电来了，因为台湾联军来了，这里2300英亩的土地，960公顷，是一个半大的竹科，40个大安森林公园。以后你要听啊，盖耶哥说以后会变办公大楼、厂房、公园、学校都会出现这个地方，你相信吗？但是你不要不相信哦，因为现在你看商务局长讲得正清楚了，现在已经有上百家供应商已经正在谈要投资美国。那至于台湾队已经有10几家会落脚这个地方。那我来讲说，全世界靠过来呢，这个地图一画出来，台湾人一定很清楚，一家公司叫艾斯摩尔。对，艾斯摩尔就报到台积电这里。那我们的 TEL 啊，现在如果你讲英文，可能没有人知道。东京威力科创，东京威力科创，跟它同等级的公司，这都外商公司这么多，全部齐聚在这里，所以你不要相信说，这里又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大新竹地区，一个竹科会出来，因为全部都靠过去了，大家要投资这里，变成是一个世界最强的。所以凤凰城它不单单只是吸引我们台湾的大军过去，供应链去了，现在是全球的供应链。都围绕着台积电而生，台积电而建。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嘛，台积电盖8座厂，1650亿美元，大家都能赚钱。第二个，川普说100%甚至300%，
没有不去的理由了嘛？那真的在盖厂，所以我们看这张照片呢，是信鸿科的执行长，人家从去年年底这样一盖，已经盖出一个新的厂房了，盖得很快了，大家都是完成了，围着台积电，围着在亚利桑那要盖出一个全球最强的巨头，所以台湾现在怎么办？组成大军团打群架，所以有3个舰队剩下要开过去的，一个叫德兴半导体，一个叫盛辉啊，从业就是我们部长的舰队嘛，对，组成舰队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亚利桑那很难，所以还要不只要白沙屯妈祖啊，你要组队啊，所以他们是各自持股啊，因为组成联军这样有办法。现在有18家，光这个德兴半导体就有18家业者加入啊，盛辉其实靠着自己的集团，也是4、5家业者集合下来。再来我们从业，它其实非常的强，所以它会代表很多台湾的企业一起过去，那盛辉来做庄，一起接客户，一起去打美国市场。好，组成舰队很难嘛？为什么说从业要组舰队呢？在美国光设一个厂也超乎你的想象。光像从业，他带了一个化学品在台湾以前都没事，结果里面有一些禁药的成分呢，我们也因为都是秘密，所以不能讲。但是他去申请的时候，美国缉毒局就说：“你没有禁药，对不起，你要申请的话，不只要我们相关的商业单位同意，州政府同意，你还要缉毒局就光审验了1年多，审验1年多还要盖监狱，什么叫盖监狱？我有没有听错？叫做盖监狱？对我也没有听错啊。后来还说，你这个化学品竟然要给台积电用啊！申请1年准许之后，还要告诉他，对不起，你要在你的厂房里面盖晶圆你跟其他的化学品不要放在一起你要盖一个独立的牢笼、铁笼子，然后还要把那管子打到地下6英寸深，然后一个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这是我们概念当中，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一根一根的监狱，你要盖一个监狱，然后把这些管制品都放在那边。这也太难了吧！管制品，对不起，那是台积电用的化学品化学品里面有一些禁药的成分，不是真的不可以去做毒品做什么，而是那是真的台积电要用了。所以我们从业集团代理一个产品，美国就是这么严，盖一个厂真的很严了，然后那个钢管要打下地下6寸深的，打那么深，就是因为你看它的理由很简单防止被偷走了去做毒品或做其他的不要用途。可是这也代表说，美国要盖厂其实很困难，可是真的盖下去了，代表大家都完成了。所以我们完成了，我们再去看一个地方看一个地方你就了解是为什么黄仁勋一定要来拜托台积电，为什么全世界要看着台积电，为什么要组所谓的联军来对抗台湾你知道吗？去这里绕一个厂区我们都很难用公尺或英亩来算的，你就是用开车50-60的时速绕20分钟就对了。所以度量的尺度就是你开车开多久有多大。那台积电在凤凰这里，你再往东南方大概开50分钟就会到英特尔了。所以你到英特尔去的时候，确实人家规模也不小，你也要开车开20分钟，所以规模也很大。可是你真的去问说现在发展怎么样？所以供应商就会告诉你，其实你打电话经常去窗口经常这一次是这个人，下次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都在裁员，今年已经裁了2万人了。再来工地你去听大概是可以状况怎么样，就会看到机具放在旁边，但没有什么人气，没有声音，可能在钻里面的设备但是外面看不到声音，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台积电英特尔怎么这么变得无声？那当然一比就会出来了，全世界都靠照这一个厂区，英特尔那边变成是一个无声的厂区，而且经常看到有人在裁员。所以，一个新的台湾可能一个超强的聚落正在亚利桑那诞生。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台美合作非常紧密，尤其是什么，包括科技，包括晶片，包括 AI， 包括什么，甚至连国防，通通都是在这么重要时刻，甚至我们关税都还没谈好的情况之下，今天这个消息出来，我吓了一跳。驻美代表直接换人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到底于大雷有没有办法真实的传达高层跟美国之间的沟通？那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萧美琴回来的时候，于大雷去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那怎么差那么多？因为什么呢？萧美琴跟高层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直接畅通的。对。但是于大雷来讲的话，这一位职业外交官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他是西班牙语出身的情况下，他到底跟民进党执政党的高层到底是不是有密切的联系关系？能不能在美国如实的传达民进党的相关理念所以大家被质疑，结果果不其然，一直到现在来讲，你现在不断的一直传出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上一次我们不是在讨论惠顿的文章吗？对，惠顿文章里面说为什么台湾会失去川普因为你找错人了。里面有一个
部分呢，是说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当中去经营这个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讲的话，有没有经营到川普旁边的团队？对。另外来讲的话，你找的公关公司到底是对不对的？这所有的在美国经营来讲的话，就是驻美代表处的最重要的功用哦。那现在呢，传出来，这个徐思俭要去接那个于大伟，因为这个媒体基本上今天放出来之后呢，它里面写的非常非常巨细靡遗。它写到什么地步呢？就说原本有去征询美国说可不可以无招谢过去，结果美国来讲的话不喜欢无招谢，然后呢又征询徐思俭去，徐思俭去的时候，结果美国一开始也不同意，后来再次去问的时候，美国终于点头了哈。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才可以去接任驻美代表处。那里面写到的最后来讲的话，就直接写到赖清德人不够用，所以没有人可以用，所以才会有这个最后来讲由徐思俭去。但重点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竟然中央社否认有这样的人事的这个布局，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外交方面的这个人事作业来讲是否认的。但是为什么有另外一个媒体就会有放出这个消息？显然这当中来讲有人在放话。什么叫有人在放话？也就是有可能目前在位置上的人不希望被取代，或者甚至说有人想要那个位置的人先把这个风声放出来，让他见光死。让他见光死之后呢，到时候徐思俭能不能成为驻美代表，就形成一种变数。形成变数之后呢，那个人事调动来讲的话，就由原本的既得利益者再去把持。但是重点是说，这个驻美代表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不仅说要打入所谓的美国的政治圈。另外，能够跟川普身边熟人的基本上也没几个。但问题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会有这种风声放出来，然后又被否认？这显然内部来讲有这个进行所谓的人事斗争，非常非常严重哈。如果这件事情是在秘密的征询当中，为什么会有刻意的把这个讯息放到媒体上面去？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方面他怎么看赖清德政府？他又怎么去相信我们的外交系统？这个形成就变成双方的诚信问题，就打折扣了。那打折扣以后，如果就算新上任的代表去的时候，能跟美国这个所谓接触的时候，也可能会对方质疑哦。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